今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开始以后，大家不断的在经历一些非常有戏剧化的事件，比如说前两天特朗普突然被枪击，又比如说枪击事件发生以后这个拜登他一再的表态说自己不会退选，然后他自己会坚持下去，虽然面临民主党内非常大的压力，他一再表示说自己没问题身体挺好的，然后有信心能够打败特朗普，但是突然之间呢，就是发现说拜登发了一个声明，人也没有出现，就发了一个声明在推特上面，就表示说要退选。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突然，然后听到拜登退选的消息呢，我看到推特上一些在非常著名的大学里面任教的一些大教授，一个个表现的如上考比。然后比如说这一位是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大教授他听到拜登决定退选的消息，那真的是一个痛哭流涕，不能自持。又比如说这一位，他是经常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大学者，也曾经是王沪宁的校友跟同事，应该是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对拜登的评价那真的是堪比华盛顿，多么的高风亮节那其实拜登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厉害，那么高尚不贪恋权位，为了民主党的这个整体利益主动退出？那拜登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退选呢？今天我们用具体的数据跟事实来说清楚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会使用一些来自于 Polymarket 的这个大选预测的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大家看到红色的线条代表的是特朗普，然后蓝色代表的是拜登。不同于传统的那些民调机构他们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每周或者每2周才出一个民调的结果。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预测数据呢，它是实时的连续的，也就是说一些突发事件，例如枪击案突然发生以后，它会立即反映在这个预测的数据当中。而比如说传统的那些民调的话，你要安排时间，你要组织人去做这个民调等到你做民调的那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大家的这个关于某个事件的情绪变化其实已经错过了。 OK， 所以我们从头来开始看，在2月28号竞选刚刚开始不久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跟拜登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比分呢是 53% 比 33%， 意思就是说呢，特朗普他有 53% 的机会会赢得大选，而拜登只有33%的机会。那拜登落后于川普有20个百分点。那注意一下，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当中这一个图表上的百分比都不是支持率，而是赢得大选最终结果的一个概率，后面我们就不会再重复了。 OK， 到4月1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势均力敌的，都有 45% 的这个可能性会赢得大选，所以这个拜登他的表现看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随后呢，我们会发现特朗普他的这个胜选的这个概率开始稳步抬升，而拜登呢，他的这个概率开始逐步的下降。到了总统辩论前的6月27号，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比分定格在了60%比 34%也就是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有26个百分点的差距。我觉得这个差距也都还属于正常。但是6月28号总统辩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可惜呢，这个拜登的表现非常的差。很多人在看过他的辩论之后呢，都落实了一直在心底里面存在很久的一个疑问，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从质疑到认定拜登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的这个认知的状态，他是不太能够继续领导美国。所以到了7月3号，我们看到拜登他赢得大选的这个可能性已经从 34% 自由落体降到了 13%， 只降了21个百分点。那两个人的差距从之前的可能26个百分点，现在扩大到了49个百分点，这是拜登面临的第一个非常危机的这么一个时刻。其后一段时间，虽然拜登胜选的概率一度回升不过到了7月12号的时候，两个人的差距依然的非常大这个 60% 比 14%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还是有近50个百分点的差距。那注意我们
一直听到网上有各种传言说这个川普被枪击拜登是幕后的这个黑手。那如果我们这个阴谋论要成立的话，那这一个数据就是两个人之间50个百分点的这个差距，可以是拜登作案的一个动机OK， 接下来在7月13号，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被枪击，然后事件刚刚发生之后不久，短时间内呢，其实拜登他的这个胜选概率不但没有下降得很厉害，而且还略有抬升。因为其实事件发生以后，民主党内部呢，他们也更团结了，没有人再叫这个拜登下课，然后拜登也表现得非常有底气愿意继续的竞选，所以两个人的比分一度也到达了这个 69% 比 19%差距大概也都是维持在50个百分点。这个时候看起来这个数据的话，我觉得拜登的确是没有必要退选的。不过呢，随后事态逐渐开始发酵，然后情势的整个发展呢，慢慢超出了控制范围。我们看到从18号开始，拜登遭遇了第二次非常明显的这个胜选概率的高台跳水，他的这个预测的胜率呢，直降了11到15个百分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黄色框框里面的数据，连续4天拜登胜选的概率都是个位数 4%、5%、7%、8%等等。所以如果连续4天都看不到任何抬升的迹象的话而且拜登跟特朗普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60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我相信当民主党的高层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他们会彻底的相信拜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如果不赶快换人的话，民主党他不仅仅会输掉总统选举，他还会把参众两院的这个选举一并都输掉，那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惨败。所以我相信这个数据会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的 ABC 中文网上的新闻就是说是民调数据成了压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他决定要退选。但如果你这个时候看回 CNN 的民意调查的这个数据，你就会发现说两个人的支持率差异其实挺小的呀，为什么拜登会突然决定要退选呢？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我们要讲到一点，就是这个民调的数据跟我今天用到的 Polymarket 的这个数据其实差异挺大的。为什么呢？为什么 CNN 这种传统民调机构他们的数据没有那么靠谱呢？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卡马拉刚刚已经代替了这个拜登出来代表民主党竞选，对不对？那 CNN 的民调就说他的支持率跟川普是差不多的，然后 CBS 的这个数据呢更具体，它就是 48% 比 51%。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看回 Polymarket 的这个预测的胜选概率呢，实际上卡马拉跟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数据的胜率的比呢，一个是 32%， 一个是 63%。 那为什么这个数据差异会这么大呢？首先我们其实应该知道传统的民调它的数据会有些偏差，原因就在于说，首先第一点CNN 这种民调机构它的立场是偏左的，它没办法保持真正的独立跟客观，而且讨厌 CNN 的这些选民一听到说是 CNN 的话，他有些人会拒绝参与民调，所以导致他这个样本不完全能够代替所以它会导致这个样本呢不能够完全代表整体的这个选民，而且很多选民他就算勉强参与你这个民调，他未必说真话，这样会导致社会的期望偏差。其次呢，我们会发现民调其实反映的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支持率而我们这个预测市场的数据呢，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于最终胜选结果的这个概率的估计，所以这是两者最基本的不同。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CBS 的这个民调数据就是卡马拉他刚刚出来作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为什么就会民调显示他是有 48% 的支持率，跟特朗普 51% 的支持率差不太多呢？原因就在于说，在今天这么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拜登的表现太差，一再的被人质疑，所以民主党的支持者其实他们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气非常的委屈。
那趁着这个卡马拉这个新人上来的时候，这个委屈被释放出来，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卡马拉他的支持率非常的高，但他反映的这个支持率啊，只是现在这个特定时间点上的支持率。OK，最后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的选举人团这个特别的制度安排底下。就算是获得了全国更高支持率的这个候选人，他其实未必能够赢得最终大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2000年的时候，当小布什对阵戈尔的时候啊，虽然戈尔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是因为小布什他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所以最终入主白宫的是小布什。所以如果是基于传统的这个支持率这样的一种民调结果，你是没有办法来准确预测最终大选是谁会赢谁会输的。而这个预测市场，像比如说 Polymarket 这种数据呢，它其实是已经包含了我刚才讲的这种选举人团制度的这么因素的一个影响在里面的。OK， 所以像它这种去中心化的预测平台，它这个市场价格反映的就是一个集体智慧。因为用户他是真金白银的在下注，所以他很多玩家是非常专业的，他们不但会非常客观理性，不带任何偏见的来预测这个结果，而且他甚至会拥有自己非常专业的一个调研跟数据分析的一个团队，所以非常明显就是 Polymarket 上面的这些数据是更准确的。那其实拿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来作为比较，比如说在这一次预测拜登到底会不会退选这么一个具体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 Polymarket 它的这个预测也是相当准确的，甚至比拜登本人还要更准确。我们看到这个图表上黄色的线条是总统辩论，然后红色的线条表示的是特朗普被枪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总统辩论结束以后预测拜登会退选的这个概率一度攀升到了 70%， 而被枪击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预测拜登会退选的概率再一次急升甚至达到了 90%。 甚至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拜登他自己本人明确表示他会继续参选的时候这个 Polymarket 这个市场预测的数据仍然有 66% 的这个人，这个数据仍然认为他有 66% 的可能性会退选，所以也就最终其实证明这个预测的数据是相当靠谱的。更何况在2020年的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当中，其实 Polymarket 这个交易的这些交易者这些投资者，他们其实也非常成功的预测了就是拜登当选这个事情。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辩论表现跟射向川普的几颗子弹实际上是打败拜登的原因，他是被迫退选的，如果他不退选的话会输掉底裤非常的难看。现在有一个传言就是很多人怀疑拜登是不是已经不在了，那包括本次退选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公开露面，对不对？所以当然他如果真的不在了，那这个原因也可以非常完美的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突然的退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原因来复盘一下，就是因为拜登的辩论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嘛，所以很多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都会怀疑拜登的这个身体跟他的这个认知状态已经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拜登真的是有高风亮节的话，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就应该非常主动的证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来消除公众对于他身体状况的一个担忧跟疑虑。要么呢，你如果不愿意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就应该主动退选，把机会留给党内的一些新人，或者甚至更进一步你不愿意证明自己的话，你甚至应该考虑主动辞职，对不对？另外一个拜登败选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被暗杀未遂，这个时候其实拜登的这个胜率已经降低到个位数。其实如果拜登他真的高风亮节不贪恋权位的话，为了民主党的整体利益，他应该在4天以前就主动退选了，而不是一直拖到最后的这个时刻。所以说实话，恕我愚钝，其实我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些大知识分子面对拜登退选这个事情，他们要如上考比，到底理由是什么？难道他们看不清楚拜登其实是被迫
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被迫退选的吗？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是拜登他自己的辩论表现跟射向川普的几颗子弹其实最终打败了拜登。所以当最后只剩下个位数4%、5%、7%、8%这些个位数的获胜概率的时候，如果不退选的话，拜登会输得非常非常的难看。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像某一些大 V、像某一些大教授、大知识分子那样说的那么的高风亮节。这里是艾森的频道，感谢您耐心收看今天的视频，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